4名老人正开车前往青海冷湖的火星1号公路，结果误入了荒无人烟的无人区。随后2辆车又相继陷入沙窝，无法动弹。更糟的是，这里没有信号，他们的水和食物也即将耗尽。望着看不见尽头的荒漠，几人决定徒步寻找救援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要想走出这里，至少还有上百里的路程。大家好，我是申眠。刚才这一幕就是前些天刚刚发生的青海冷湖无人区被困事件。这个地方我已经出过2期视频了，没想到类似的事故竟然再次出现。之前有一期是因为没有开导航走错了，这4人却是开车导航也走错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经历。2025年7月25日，2男2女共4位60岁出头的老人准备从新疆自驾返回四川。他们共开了2辆车，一辆是川基的黑色丰田普拉多，另一辆为川阿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。返回途中，他们临时起意，决定到青海省马鞍市的火星1号公路体验一下。他们的计划是从冷湖镇出发，经火星1号公路横穿荒漠，然后前往西台的济南尔湖打卡。这个火星1号公路是一条被废弃了近30年的公路，近些年才慢慢变成了一条网红越野公路。该路全长96公里，走完大概需要2到3小时。之前的视频我已经讲过多次，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。7月26日上午8点，4人退房后开始从冷湖镇沿着215国道出发，大约5-6公里后，他们到达第一个岔路口，从这里右转就是火星1号公路。下去以后还能看到0公里的里程碑以及一个雕塑。等过了7公里后，会到达第2个岔路口。重点来了，绝大部分人就是从这里走错的。这里有个废弃的石油小镇遗址，叫中国工商银行石油小镇遗址，又称5号石油小镇。许多人路过时都会到这里打卡，结果出来后就开始走错路。不清楚这4人有没有在这里停留。总之，即便前方有牌子提醒，甚至有导航提醒，他们还是从岔路口往左拐了。穿过小镇遗址的这条路叫茶冷公路，跟火星公路一样，它是一条被废弃多年的路，而且这2条路前7公里还是重合的，所以从第2岔路口开始，它路边里程碑上的数字也是从8公里开始慢慢增长，这导致许多人误把它当做了火星公路走。这里也提醒一下准备去火星公路的朋友，一定要注意路边的里程碑。火星公路的碑是带火星1号公路6个字的，而茶冷公路上没有。茶冷公路全长100公里左右，终点在一个叫茶冷口的地方，它在那里与旧315国道汇合，而旧315国道也是一条废弃公路。这2条路因为没人维护，所以路上的积沙特别多，普通车进去很容易就会被困。再往南还有一条铁路叫红一铁路，据说是盐厂的专用铁路，但据很多到过此处的人说，这条铁路好像很久没有被使用过了。其实第2个岔路口那里是有警示牌的，据警方讲，因为有很多人在这里走错，那里就新增了一些牌子。这4人也承认看见了警示牌，但可能是受路牌公里数的影响，也可能是因为导航不够精确，又或者是觉得火星公路也属于无人区，有这种警示牌很正常，所以他们就没有重视。4人从第2岔路口开始一路向南，前50公里都是在湖盆区，路况相对较好，所以尽管他们的导航一再提醒司机掉头回去，但司机都没有当回事。到60公里左右，4人进入了雅丹区域，之后的路段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土堆，单调而又充满压迫感，路上的积沙也在这时开始出现。绝大部分走错的人都会在这时意识到情况不对，然后掉头回去，但不知为何这4人却一直往前开。可越往前积沙越多，到茶冷公路90公里左右的位置时，凯迪拉克突然陷入沙中，再也动不了了。他们尝试把车救出来，可因为没有携带专业的工具，最后没能成功。因为他们没有下载离线地图，再加上没有信号，所以他们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。无奈之下，4人都坐上普拉多，准备一起出去寻找救援，但他们依然没有选择原路返回，而是继续向前，因为他们觉得这里应该已经靠近无人区边缘了，所以再走一段可能就会出去。结果他们仅开了1公里，普拉多也陷进了沙窝中。至此4人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，因为天色已晚，几人应该是在车上过了一夜。第2天，他们尝试徒手刨沙救车，然后再次以失败告终。这时几人的水已经所剩不多，他们决定徒步去寻找救援，具体方向我没有查到，可能是先到茶冷口，然后右转进入了旧315国道。4人一走就走了将近20公里，后来觉得这样下去可能走不出去，于是又返回了停车的位置。很难想象这么热的天，一来一回将近40公里，他们是怎么坚持下去的？回到车上后，几人又发现远处好像有一辆推土车，又觉得那边可能有人，于是他们再次徒步过去求援。
临出发时，侯女士用口红在一块纸板上写下了求救信息，并放在汽车的前挡玻璃外，希望有人经过时能够看见。在走了约12公里后，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，可很快发现那辆推土机似乎已经被废弃了很久，周围也没有一个人影。4人彻底绝望，他们的水这时就剩1瓶，只能轮流抿一小口。其实在这天下午，他们的一位家属已经因为联系不上几人而报了警，同时还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。做视频前，我特意去看了那篇文章，应该是家属委托别人发的。然后我惊讶地发现，评论里竟然有很多看过我那2期视频的朋友，他们都留言推测4位老人很可能误入了茶冷公路。事后证明他们的判断非常正确。后来一位网友称，他在离茶冷口出口约8公里处发现有一辆川牌凯迪拉克陷在了沙窝里，但车上没人。这名网友估计也是走错路跑到了这里，因为他怕再往前会陷车，所以后来就掉头回去了。家属赶快把这个信息转给了冷湖警方。当天晚上，警方就在茶冷县90公里处找到了那辆凯迪拉克，随后又往前行了不到1公里，发现了第2辆普拉多，但车上也没有人。警方继续往前，终于在行驶了大约12公里后，他们于28日凌晨1点左右，在废弃的推土车旁找到了那4名游客，并于凌晨4点把他们带回冷湖镇安顿下来。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已经拐错方向了，在沿路上确实就遇到那些，他也写的是无人区，但是我们一直沿着往里面走，我们就跟那个车上用口红写了一段话，希望他们来救我们。后面那个警察跟我说，根本走不出来，前面都是沙漠。这起被困事件只是冷湖无人区众多被困案例之一。再往前面的6月份，还有一名69岁的老人驾驶房车也走错路进入了茶冷公路，最后那位大爷徒步了15个小时才幸运获救。其实仅过去3个月，上新闻的就有3起，实际上肯定更多。他们走错的原因大致相同，一是因为里程碑的数值误判，2是因为从第8公里开始的一段路，因为茶冷县是在湖盆区，所以路况反而要比火星公路好，这也导致很多人走了很久都没有怀疑。第3个，或许是因为火星公路也属于无人区，使得警示牌的作用大打折扣。当然，不排除有些人是明知故禁，没出事就炫耀一下，说很简单的，出事了就说我是误入的，是你们当地管理部门没有做好。说实话，这里我都讲腻了，因为过程几乎都一模一样。网上也有不少人说自己走错过，说明这里的问题确实需要重视。因为指责游客很简单，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啊。所以，是不是可以在更醒目的位置设立更为明确的警示牌呢？比如直接写上前方不是火星公路，进入有死亡危险，又或者是前方不是火星公路，如若被困救援自费等等。我不知道现在那里的牌子是什么样的，所以也没法多说。不管怎样，希望不要再有类似的事出现了。毕竟救援一次也挺浪费资源的，因为怎么算救援的成本都要更高。救成了还好，如果救完了，那可能真的就要出人命了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